各位朋友，郑丽文来美国访问之后，大家说他跟被夺了舍一样，马上那个对大陆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郑丽文呢是非常没有一个政治主见的人啊，真的说实在的，他也是属于这个国民党一个可能是比那个陆姐还要短暂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吧。说实在的，他当初能选上，就是因为国民党那个烂主席没人愿意当。卢秀燕当时不出来选，要不然的话根本就没他的事儿。可是呢，他上来以后呢，去大陆见了一次习近平以后就飘了，那尾巴都翘上天了，是吧？结果呢，在美国可能被美国爹一顿棍棒教育，这犹如跟换了个人一样，被夺舍了一样。郑丽文今天稍早的时候接受了名嘴唐湘龙的访问，人家郑丽文不装了，摊牌了那么郑丽文这两天的他所谓的抵抗大陆李明贤就说呢，大家不要怀疑，这就是国民党的立场。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22日在节目中表示，你说他是做修正吗？我不认为，我认为这就是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在美中之间求取一个平衡，两大中间难为小，你当小的本来就很不容易，所以必须要求取平衡，这是国民党的一个政策。这个李明贤是郑丽文参加国民党主席时候负责文宣工作，是他的选举核心幕僚之一所以呢，郑丽文其实把那个大陆的那些统派的网友全给骗了，这核算是23日唐湘龙专访了郑丽文。唐湘龙问到，如果两岸有和平统一的机会，作为国民党的主席，你的态度是什么呀？郑丽文回应说，我觉得这个统一是不切实际的那个现在只是一个空想而已，那先等上10年再说吧，你们先给我10年的时间，我再跟大陆拖10年，咱们再说统一是空想不切实际的，先给他10年时间再说可能面对的命运的选择的路径，就是如果两岸有和平统一的机会，作为中国国民党主席，你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因为两岸没有交流跟对话，所以大家才会用这么简化的方式再去思考两岸问题。我完全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你想想看，两岸在20年前才第一次联战访大陆，对不对？然后之后就中断续续，马英九的8年，但马英九的8年因为才刚刚开始交流，所以事实上马英九非常的保守，所以他只停留在经济的层面，非政治的层面。那很快的，因为执政的失败，最后晚期的失败，民进党拿到执政权之后就断掉了，到现在长达10年。所以两岸真正开始交流对话，从来没有稳定过，从来没有机制化过。因此，两岸连一个最基本的对话都没有做到。你去谈终极的方案，为什么？因为没有其他可谈。但是需要谈的太多了。我同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去谈那个对我来讲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去建立这个和平的工程，是一个巨大的跟繁复的工程。你要面对现在人民的生活状态跟挑战，去提出因应的方案。就先谈和平，就不谈统一。因为这太多东西必须去建立了，你去谈那个东西是不切实际的啦，那才是空想。我才会跟所有人讲，我才是最务实的。照大家的走法是走不通的。大陆方面，不管是宋涛习近平，你认为他们能理解、能够接受这个讲话？当然可以啊，因为你们大家是旁观者。真正的主其事者就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当然对不对？大家是在旁边看，而且因为两岸连一个正常交流对话都没有办法持续，所以大家才会一下子跳
那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讨论嘛，大家都想一劳永逸的去对，可是这种很烦人的事，所以就想的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太跳跃了啦，一下就跳跃太远了。你连如何让我们的对话机制化，譬如说可以每年例行，然后未来这10年都不中断，连要做到这个事情都很难了。那大家所以我才会说大家想太多想太远了。你去建立这个机制，让它很稳固，所以我才一直说要制度化，就是要稳固，不会这2天我们很好，过2天又没了。大陆再给郑丽文10年建立一个两岸的机制呗，再给10年呗。哎呀，唐湘龙都听不下去了。唐湘龙，你哪来的这么大的自信？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典范郑丽文说我的目的达成了，甚至比我设定的目标要高出许多，因此给我的回馈非常大。我现在要讲的是，唐湘龙说谁给你的自信呢？郑丽文的这张大嘴呀，朋友们，我不知道那些以前的正粉听了是什么感受也不知道那些吹捧郑丽文是统派女神的脸有没有被打肿这郑丽文今天算是全盘否定统一了，这个骨子里的无知与自大，无知的可怕，自大的可耻这是中国网友的对郑丽文的评论我知道有些那个网友二极管网友又是来说了，你原来不是也吹嘘郑丽文的吗？对吧别忘了媒体只是看他当时的表现他的这个态度，我们来做客观的评论，对他的表现变了，当然我们的评论也就变了，这个很难理解嘛，所以千万不要二极管。二极管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活得会很艰难的，对吗？那至于这个郑丽文还是那一套，说什么2300万的台湾人的民意这个事情连中国的外交部中国的这些官方的评论家都不客气了，那就直接批评了。我注意到台湾前途应该由2300万台湾人来决定，这句话已经成为了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再到蔡英文与赖清德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甚至一度还得到了一些喜欢鹦鹉学舌的蓝营政治人物的认同。而我要说的是，外交部新发言人林健所说的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14亿中国人共同来决定，这个结论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内法，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反分裂国家法，而且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相关国际法。根据相关国际法，除了被其他国家非法殖民的殖民地人民有权不经过宗主国的同意就举行自决公投之外，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地区假如要举办具备国际法效力的独立公投，就必须获得本国中央政府的明确同意，单方面的公投行为无效，不会得到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的承认。那么很显然，无论是根据联合国宪章，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普遍共识，台湾都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假如没有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授权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台湾是不能举行所谓的独立公投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台湾前途应该由2300万台湾人来决定。这句话不仅违反了中国的国内法，也违反了国际法。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这一说法才是合情、合理与合法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四处鼓噪台独分裂言论，只会一再暴露其内心的惶恐不安，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郑丽文这一次呢，
他彻底的在这个大陆的名声是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了吧。政治人物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他的声望这下是彻底的完了。而且他的政治生涯我觉得也是极其的短暂就是嘴上没有把门的，那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家，对吗？还是那句话对于这个2300万岛内民众的民意不重要当初的时候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问了吗？那个康熙收复台湾的时候施琅问你们了吗？对吧？日本鬼子占领台湾的时候他们问你们了吗？对吧？那蒋介石盘踞台湾的时候他们问你了吗？那凭什么中国大陆要问你郑丽文啊？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